史蒂夫在后厨把今晚的菜式全部点完之后，并没有着急回包厢。他其实心里明镜一样，自己这种牛逼哄哄的顶级家族二把手，在叶晨面前连个跟班都混不上。叶晨不可能真有什么事情找罗伯特这个便宜侄孙，今天的事肯定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绝对是有什么事要跟罗伯特那个混血女友面聊，所以自己肯定也要懂事一点，不能带着罗伯特去打扰。罗伯特哪知道内情，眼看菜都点完了，史蒂夫还不愿意走，他就忍不住问，大爷爷，咱们是不是该回包厢了？先不回，史蒂夫摆摆手，叮嘱他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打个电话。罗伯特虽然诧异，但也不敢质疑，只能点头应下。史蒂夫走出后厨，掏出手机给叶晨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恭敬地问道，叶先生，我能带罗伯特过去了吗？叶晨嗯了一声，说，来吧，正好我有事跟你说，不过你安排一下罗伯特，让他找点事做，先别着急进来。史蒂夫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好，我打发这小子帮我去买点东西。好，毕恭毕敬挂了电话之后，史蒂夫回去将罗伯特叫了出来。罗伯特还以为可以回包厢了，却没想到史蒂夫把他叫出来之后，吩咐他，罗伯特，你帮我去趟唐人街，买点华夏烧鹅回来。罗伯特一脸懵逼地问，烧鹅是什么？史蒂夫解释道，就是华夏料理的一种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华夏负责家族的大中华区业务了吗？在那边吃华夏料理吃习惯了，一顿不吃就不舒坦，你去一趟，多买些回来。罗伯特心里委屈极了，自己好赖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，这种事史蒂夫完全可以吩咐餐厅负责人去做，为什么非要使唤自己？自己是来跟他吃饭的，还是跑腿的？可是罗伯特心里也很清楚，史蒂夫毕竟不是自己亲爷爷，亲爷爷自己倒是还能弱弱的抗议一下，但在史蒂夫面前，他是一个不字也不敢说，于是他也只能悻悻的点头说道，好的大爷爷，我这就去。史蒂夫拍着他的肩膀，笑呵呵地说，去吧，回头有机会带你去华夏历练一下，你们家这一脉，说实话我也就看你顺眼。罗伯特目瞪口呆地看着史蒂夫，史蒂夫这话虽然有点难听，但他心里却觉得莫名开心，同时也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使命感，只想着赶紧去把烧鹅给自己这个大爷爷买回来。于是罗伯特立刻恭敬地说，感谢大爷爷您的认可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唐人街。史蒂夫慈祥地笑道，去吧去吧，我们等着你。好，罗伯特欢天喜地地走了。史蒂夫回到包厢，看到叶晨，微笑着说，陈先生，你找我？叶晨点点头，招呼他在身边坐下，随后问他，对了史蒂夫，有件事可能需要你帮点小忙。史蒂夫立刻说道，哎呀，您跟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，能为您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对史蒂夫的谄媚，瑞秋已经麻木了，他静静地看着史蒂夫对叶晨的百依百顺，心里更加明白，只要自己配合叶晨，叶晨一定能让史蒂夫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。这种利益并不是钱，而是在破亲会的重要性，这会让全家人未来的生活都轻松得多。叶晨这时对史蒂夫说道，我想让国际原油的价格短时间内迎来一轮暴涨，并且越快越好，最好是今天就涨。史蒂夫并没有感觉很惊讶，而是恭敬地问叶晨，那您想让原油涨多少？叶晨说，至少10%。史蒂夫松了口气，自信地笑道，这简单啊，最近我们一直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来操控原油价格暴涨暴跌，
想高位出货，就让那里局势紧张；想低位吃进，就促进和谈。一桶原油今天卖，明天买，后天再卖，算上期货市场的杠杆，来回有那么几次，资金就翻倍了。叶晨笑着说道，这么明目张胆，这算啥了？史蒂夫笑呵呵地说，大统领的家人不也一个个都是股神吗？普通人玩证券市场是分析行情，预判行情，顶级玩家不管这些，顶级玩家制造行情。说着，史蒂夫又道，其实原油市场的玩法很简单，我们几乎不参与石油开采和生产，除了萨乌迪皇室之外，多数石油开采业务都是脏活累活，赚钱太慢了。我们主要在国际期货市场赚钱，而且我们不靠行情涨跌赚钱，而是靠制造行情涨跌赚钱。市场做多的人多，我们就在中东制造一些局势来做空；市场要是做空的人多，我们就制造行情做多。市场上空单多了就打仗，多单多了就和谈，一次次把大小散户的仓位拉爆，爆掉的钱就到我们兜里来了。操控油价对我们来说，就像用遥控器控制电视机的音量大小，您只需要告诉我什么时候涨，什么时候跌就行了。叶晨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，那就好，你今天晚上尽快安排，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成效。没问题，史蒂夫恭敬地说，我来安排。叶晨微笑道，好的，我就这件事，别的没了，把罗伯特叫回来吃饭吧。史蒂夫尴尬地说，我刚打发这小子去唐人街买烧鹅了，估计没1个小时回不来。1个小时？叶晨无奈笑道，你把他当跑腿的使唤了。史蒂夫笑道，等我成为家主之后，他们全家人都要给我跑腿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遏制他们的收入。叶晨点点头，随口道，那你和盖蒂小姐在这里等他吧，我和我妹先走了。史蒂夫愣住，问，您不吃饭了啊？叶晨摇头道，不吃了，你安排一下飞机，送我们去迈阿密。盖蒂家族是迈阿密发家，家族核心成员和家族产业的基地都在迈阿密。叶晨推断，瑞秋一旦将原油即将暴涨的内幕消息传递给左军都督府，那左军都督府一定会派人去跟盖蒂家族见面。自己要做的，就是在对方有所动作之前，先到迈阿密守株待兔。